大家好，今天要剖析 3D 列印制作模型从零开始的一个方法。好，那这边呢，等一下呢后面会来介绍一些制程，以及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呢会遇到哪一些结构，以及一些机械零件呢会做一些介绍。好，那今天呢就用本站的吉祥物之一呢来做一个模拟的示范。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我们要做这个模型的时候，怎么样从零开始制造呢？那这里我们先来大概看一下是属于一个 3D 的一个模型。这里我们要怎么去把它做出来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呢，来介绍 3D 列印机的构造。那一般呢会分成两大类，一种呢是开放式的像画面上示意的，另一种呢是箱体式的。那这两者的差异在于说，开放式的呢比较常用在PLA 的材质，那箱体式的呢会运用在 ABS 的材质。差别在于说，一个呢是需要有一个散热的，另一个呢是需要把温度保持住的。所以两者的运用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呢你是入门的话，会建议你用PLA 的材质。那这边细节的话呢就没有探讨太多。那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一般 3D 列印机呢它会有一个加热系统以及送料系统，而这个地方呢，送料一般都是自动送料。那它有分远端送料或近端送料。它的用意在于说是要把我们的材料，一般呢会做成线卷的方式，所以又称耗材卷，把这个材料呢卷入我们的加热系统。那一般加热系统呢，它可能是一个喷头组，那它会有一个温度感测器，以及它的一个加热器以及散热的喉管。等等的，那这边细节，如果你有兴趣的，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这边会介绍一些加热器啊，或是 3D 列印机的喷头怎么去运用，以及它的结构呢，有一些细部的解说。以及说我们一般呢，我们在做 3D 列印机的时候呢，因为它有一些精度的要求，因为我们的精度呢，有时候必须要来回去列印，所以我们会用到的呢是比较常用是像是步进马达以及配合石龟皮带。因为一般呢石龟皮带的话比较不会有打滑的问题。这样子呢我们在列印的时候精度会比较好。那当然呢，有时候步进马达还会有失步的情况。那这个地方呢，细节呢，我们就先保留。我们未来呢，如果有机会可以深入的了解 3D 列印机的时候，我们再来深入探讨，这样会对大家会比较好的。那这里我们先大概知道一下3D 列印机它的结构。所以一般它会有 XYZ 三轴。所以有3个轴，我们就可以列印非常多的一个形状出来。那这边先让大家初步的了解一下，等一下后面来介绍一下怎么样从零制作模型咯。首先呢，第一步我们要先把我们的模型在 3D 建模软体把它做出来。那今天呢所介绍的是 SolidWorks。那如果你有兴趣的，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这里会有入门片以及怎么样导入 3D 列印，给大家做学习。那今天呢就会直接做示范，把方法跟过程呢告诉各位。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在做建模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做旋转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个我们所做的这个模型呢，它是一个 3D 立体空间。所以它不是一个平面的。所以相对的，我们的一个空间概念必须要非常好，我们才可以把它各个角度的形状，你想要什么样的形状，把它绘制出来。当然画面上所示意的，它是属于曲面建模。曲面建模是属于进阶以及高阶的一些做法。当然一开始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简单的几何图形来做练习。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大概示意一下。甚至我们有时候会用比例缩放以及多本体的方式来做建立。所以实体曲面呢做交互的使用。这样子呢，我们在搭配的时候，我们在做建模的时候呢，它的弹性会更好。像这样子，大概示意一下给各位看一下。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再一步一步的把它做出来。当然这个步骤呢是非常多的，而且在绘制的过程呢，你要一直去调整。有时候呢，尤其是我们在做曲面的时候，是不会有尺寸的。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把曲线拉出来，然后呢，一直再去做调整。所以这样反反复复呢，是必须要花比较多时间的。那这样大致上先给各位看一下。假设到这里好了。这样子我们大致上呢，把我们的形状绘制出来。那画的时候呢，我们在画的过程就要想一下，我们等一下未来我们在做 3D 列印，我们在建模的时候呢，一定要跟
我们所制造的时候要做一个相辅相成有时候呢我们可能画得出来，但不一定做得出来，所以我们在画的过程呢，我们就要思考它到底能不能做当然这一开始呢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就知道我们可能会透过非常多的失败的成品来达到这个经验，才知道说我们要怎么去绘制它那这里呢我先给各位先了解一下我们在建模的过程呢除了你把东西绘制出来之后，你还要注意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出来呢尤其是特别小的一些特征呢，是可能是没有办法做出来，这边让大家先注意一下。好的，那我们把 3D 模型建完之后，各位可能会想说，好，那我们就直接让 3D 列印工作，直接帮我们把它做出来。其实这样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的 3D 列印机呢，它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辅助。叫做转档。我们首先呢要做一个前置作业，把我们绘制完的零件呢转成我们需要的一个档案。那一般呢会以 STL 这个档案呢是比较居多的。当然这个过程中呢在建模过程已经想好了怎么去制作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的模型呢会做拆件的动作。拆开来去做制造。这样子呢我们除了呢时间上比较好掌控，成功率好掌控，以及说未来后处理好做，以及制作的过程呢会比较轻松当然这部分需要有一点经验不一定模型拆开就一定是好，也不一定呢你一体成型呢就是不好这是很难讲的，你要看模型的形状，以及说你的用途是什么。那这里呢我就大概示范一下。那这个部分呢那细节呢，关于说我们模型转档的一些细节参数要怎么去调整呢？我们可以到模型转档篇这边呢，会有更细部的部分呢解说给大家。那我们就很简单，直接另存新档，存成 STL。存完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一个档案。那等一下呢，我们就要透过另一道软体呢来辅助。那这里呢，我们先给各位先做到这里。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必须要透过另一道软体呢来辅助，是没有办法直接呢就可以来做运用的。因为现在 3D 列印虽然呢我们有的档案，但是呢它还是不知道我们的步骤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切片软体呢，告诉他你要在什么地方开始做列印，然后呢要怎么走，要走到什么时候。所以 S、Y、Z 三个走，你必须要怎么去走它。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切片软体呢，就可以做到这一块。所以我们这样画面上示意，我们刚刚呢绘制完的档案转成 STL 之后呢，我们直接用滑鼠的左键就可以拖移放进来。这里当然细部呢，如果你不会运用的这部分呢，会有切片软体的入门篇各位也可以到影片底下这边呢来做一些参考跟学习。那这边呢，等一下呢就大概示范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去把它摆放在我们想要的一个角度。假设是这样子当然有时候呢会做一些支撑因为我们在做 3D 列印的时候呢像这个地方呢它是悬空的，悬空的话呢一般是没有办法去制作，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克服地心引力，所以我们必须要做支撑的动作。那这里呢有人可能会想说，那我在 3D 的建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是没关系的，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切片软体可以一并做处理。那这边我们就是直接做一个示范。那一般呢，我们这边呢会有非常多参数可以设计。那这边呢，你可能会想说，什么叫参数呢？一般参数就是说，你要它每一层的层厚是多少，壁厚是多少，以及说呢，你要填充多少。填充的意思呢，我等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就知道了。我们一般呢做设定完之后按切片，它就会模拟出说它这样子呢 3D 列印会怎么去列印。所以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看，我们就会看到这里会有一层一层的层纹。所以这是 3D 列印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层纹。我们可以让它变细，但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这边各位要知道一下。以及说我们刚刚这边有设定支撑所以它就会做一个支撑材让我们这个悬空的地方呢可以顺利的把它列印出来。以及说刚刚有说到的填充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它每一层。这样子各位会更清楚，就是代表说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可以不一定要做100%实体列印，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百分比的填充所以我们看要多少的百分比这样子呢它就会去运算
是做一个这样的网格的动作，以及说我们填充呢是要网状的、六角形等等的有很多种选择。那这边呢留给各位去做一些尝试。那这里呢，它也会预估一些时间所以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我们要怎么去排时间，以及说我们的它的现场是多少等等呢，这边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设计。那这边呢，让各位了解一下当我们把切片的软体都设定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储存档案。那这个档案呢，我们就可以透过 SD 卡呢，来给3D 列印来工作所以我们在储存档案之后呢，这个档案我们3D 列印机才看得懂它就是一个 G 码来做一个一些程式的跑动那这边呢先给大家了解一下咯。再来呢就是3D 列印的工作了。各位呢可能会想说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不用理它了就放着让它印完理论上呢是没有错的。但实际上呢，并不会那么顺利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呢，3D 列印它可能会你的耗材卷如果没有注意卷完了，当然有一些它是可以去侦测，但是有一些呢，它如果侦测的时候呢有不良，或者是呢它是没有侦测的功能，它就会空印等于说我们如果某一层没有印到，其实这个物件就报销了。又或者是说你印到一半，你的喷头堵掉了，那你的线也卷不出来，那这样子一样是空印以及说你在列印的时候呢你的加热的平台它没有把你的物件粘住，导致说你回来一看，你变成一团米粉这样子，相信有用过3D 列印可能大概都有遇过这样的状况那这样呢，等同于说，我们如果放着让它工作，你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的放心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要回过头前面，我们在做 3D 建模以及切片软体的设计，这两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呢，我们就是在建模的时候呢，你有考虑到未来你在制作的时候的顺利，以及说你在切片的时候呢，你有注意到这些事项当然它就会提高我们的 3D 列印的成功率因为有时候呢，往往会反过来你可能印不好，你就会觉得说是3D 列印机本身不好，我买的太便宜，所以又买的更贵的回来用，发现说用了之后还是一样同样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在 3D 建模跟切片软体的基础没有做好。一般呢，我们在这两个都是可以去做克服的当然有一些呢真的是 3D 列印机本身的问题，这个另当别论那其实我们从前面这两个基础呢，我们如果有做好的话，基本上 3D 列印的成功率呢就会比较高再来呢就是一些我们维修的问题这边就是比较深入，我们就没有探讨所以我们在练的过程如果要顺利的话呢，我们前面的基本功呢一定要做好，这样子呢后续呢就会更顺利的。再来呢，来稍微介绍一下关于后处理一般我们 3D 列印机做完之后呢，我们的模型呢通常都是需要再做后处理的，你可能要去毛边你要拆支撑甚至比较搞刚一点像我们所介绍的这个画面上示意这个模型呢，这就是非常搞刚的我们列印完之后呢，必须要拆支撑这是没有办法避免。拆完支撑呢，一定有一些地方是不美观的，所以你要用一些工具来做打磨，因为呢，你要把这个表面尽可能的打磨漂亮一点那这边各位可能会怀疑说难道要整个打磨吗其实不是的，打磨只是要去除部分的一些不美观所以我们整体来说呢，80%以上呢，我们3D 列印完之后就决定它的一个它到底漂不漂亮了所以如果你有遇到说你列印出来非常的不好看你想用打磨的把它打磨得更漂亮各位直接放弃吧，你重印会更快的所以一般呢这个概念呢一定要有的。你列印不漂亮，你要用打磨把它磨回来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基本上你的美观呢80%以上都是列印就决定好的所以当然打磨完之后呢，我们后面可能会做一些上色的动作你可能会是笔涂的或是喷涂装配等等的那这边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下，我们在喷涂在涂装的时候呢，你这些
颜料或是你的漆料呢，它会不会有腐蚀性要注意一下如果有腐蚀性的话，会把我们这个列印完的成品给破坏掉的话，那我们就等于白印了、白打磨了所以这边要稍微去留意一下那做完之后可能会做一些精油或是亮光漆等等的一些保护漆的作用来让这个成品呢来做一个保护，然后未来可以放置以及来做观赏的。那等一下，当然影片最后面呢会有一些整个过程的全记录的解析，各位有兴趣的也可以去观看那这里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它的其中一个制程呢就是后处理，后处理又有分打磨、材质层、上色、保护漆等等的那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从零制作3D 列印模型呢那这里呢，我们刚刚有看到的呢，我们从3D 列印的结构呢来做一些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如果要做模型之前呢，一定要做一个 3D 的建模，而 3D 建模里面呢，又非常仰赖经验你一定要有非常多列印的经验呢，你来绘制这个3D 的模型呢，成功率才会高。那这边呢，给各位一个概念，你会做 3D 建模，你会画 3D 的模型，不代表你会用 3D 列印机。相反的，你会用 3D 列印机，也不代表你会做 3D 建模。这部分呢，必须要有一些搭配的一些运用，以及说你要有相对的经验因为有时候你如果没有列印的经验呢，你画出来的东西是做不出来，这样子其实挫折感是会蛮深的当然我们可以抓到里面的一些诀窍如果你有这些诀窍的时候，你的列印成功率当然就会相对提高的那做完之后呢，我们的3D 列印机是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到底要它做什么所以我们第一个呢，档案必须要做转档，转完档之后呢，你还要透过一个软体来告诉他我该怎么做所以就做切片软体，做一个G码的程式，我们就可以去做列印跟后处理的一些动作了所以它3D 列印的运用呢是非常广泛的只要我们想得到的基本上都做得出来当然我们有一些条件呢，我们必须要去克服它像是有些太细小的，或是说它必须要强度非常高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是没有办法达到，那我们就要换个方式那基本上呢，如果以模型来说只要你的模型不会太小我们都是可以去做制作的要看我们用什么方法那这里呢让大家了解一下关于3D 列印机怎么去把模型做出来呢，我们整个流程呢都跟各位讲过了那这里呢你是不是对这一块呢会更了解一点呢？那如果呢你还想要看更多的呢，我们等一下后面呢会有一些制作过程全记录的影片，这里呢看完之后各位会更清楚，原来呢我们想要的模型是这样一步一步的从零做出来的那这边呢让大家了解一下咯那今天的介绍呢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